我是受害人黄静唯一的女儿谭松韵。这1年8个月，我天天都在治愈自己。你只是没了妈妈，我儿子却要在牢里过年。说这句话的人对谭松韵来说，此生都不会忘，更不会原谅。2018年，谭松韵妈妈在路边遭遇车祸，肇事者是个醉酒司机，因为不想承担责任，撞完就跑。而谭妈妈因为没有及时送医，在病床上躺了23天，最后不治而亡。丧母之痛对谁来说都难以承受，备受打击的谭松韵不得不推掉所有工作，回去安排妈妈的后事。事实上，谭妈妈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，倒在她旁边的还有2个路人。尽管他们都有幸捡回一条命，但其中一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，腿部还落下了终身残疾。尽管人命关天，但肇事者的家属却觉得儿子犯下的事儿没那么严重，拒绝协商就算了，连跟受害者家属道歉都不愿意，还怪罪谭松韵，因为他儿子才要去牢里过年。而在谭妈妈去世1年后，谭松韵上节目时甚至不敢说妈妈这2个字，因为那2个字已经成了他这辈子最大的痛，每说一次就心痛一次。谭松韵只敢用他来代替，因此他不敢在镜头面前展露对母亲的深情，他把那种伤痛埋于心底，不敢去触碰，不敢轻易提及。谭松韵还表示，在开庭当天都不敢去现场，因为怕看到那些不敢看的东西。他哽咽道：“希望法律能够还我妈妈一个公道，犯了罪应该受到惩罚。”情绪崩溃，几度哽咽，在场的人们无不动容。最终肇事者获刑6年，对于赔偿款，谭松韵一分不留，全部的钱捐给慈善基金。直到2020年，谭松韵足足花了1年多的时间才走出阴影。在以家之名中，谭松韵对着流星喊妈妈片段，让无数人泪目。嗨，妈妈，我在这里，看见我了吗？在往后的时光里，愿坚强的她能得到更多人的疼爱。谭松韵因为一张和欧豪的合影被扣上了不孝之女的帽子，她到底有多冤？2018年的除夕夜，谭松韵更新完跨年动态后，社交平台再没有任何新动态。直到25天后，经纪人方小叶发布了一篇长文，大家才知道谭妈妈在2018年最后一天聚完会遭遇车祸，同行3人全都受伤，而谭妈妈则是伤得最重的那个，在当晚就做了开颅手术，转移至 ICU 进行抢救。谭松韵收到消息，立即跑回老家，守在医院默默祈祷，希望妈妈平安，只要她能醒来，自己愿意拿一切去换。遗憾的是，琪琪没有出现，母亲还是离开了她，甚至没能给女儿留下一句话。那时谭松韵深陷在痛苦之中，然而却被无良媒体造谣，称她在丧母期间跟欧豪约会，骂她不孝，败坏谭松韵的好名声。直到后面参加《向往的生活》时，何老师看不下去，才替她澄清。而这也是谭松韵第一次在节目上泪流满面。她小心翼翼地说：“还有就是这个更逗，我希望她下辈子是我的女儿。”谭松韵从小就开朗活跃，喜欢跟妈妈耍小聪明，然而这些伎俩总是被妈妈拆穿。虽然有时候会气到忍不住打女儿，但妈妈却一直下不了手。在谭松韵11岁那会儿就被送入舞蹈学院练舞，因为这件事儿，直到谭松韵长大，父母都还觉得愧疚。高考完后，谭松韵准备复读1年，去考北电。当时大家都不看好她，只有父母一直鼓励她，称想做什么尽管去做，砸锅卖铁都会去支持。尽管他们都是普通的打工人，但为了让女儿上学，他们宁愿低头四处借钱，也一定要满足女儿。可以说，谭松韵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长大，这才有了她充实而温柔的内心，时不时还会在微博上分享感恩经历和个人趣事。在几番磨练下，她的演技也慢慢好了起来。相信这次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，谭松韵之后能找到生活的新方向。希望这个爱笑的女孩永远开心。谭松韵到底有多努力？春节不回家，在剧组研究剧本。剧组里的人是这样形容的：她一直在文静的拼命，经常一个人在角落对戏。曾经被说没背景、没资源，刚进圈还被人否认当不了主角。然而如今主演的电视剧早已不下10部。她用15年的时间来告诉我们，她的名字叫谭松韵。谭松韵在四川泸州一个普通家庭长大，只要是她想要的，母亲都会尽全力去满足，即便砸锅卖铁也一样在所不惜。对于这一点，谭松韵一直铭记于心。谭松韵15岁就进入娱乐圈，后来还和那些在演艺圈混得比较好的明星成了同学，比如景甜、张若昀等。不过成名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大家都在跟他说，现在都要瓜子脸的，你这种圆脸早就不吃香了。还有人奉劝他，现在转行还来得及。听完后，谭松韵既不舒服也不服气，就算演不了正剧女主，演那些青春校园剧总行了吧。直到2010年，谭松韵才迎来了自己的演艺高光，出演《甄嬛传》里14岁单纯可爱的纯儿。那会儿谭松韵刚好20岁，而在2015年，她终于在《最好的我们》中第一次以女主的身份亮相，单日播放量更是突破7900万。剧中那个普通老实、青涩又不肯认输的拼劲儿，像极了现实中不断奋斗的她。
2020年，她主演的《以家人之名》连续31天上了微博热搜，播放量达到恐怖的89.8亿。在圈里辗转15年，拍过30多部电视剧的谭松韵终于火了，拿奖拿到手软。几乎没有传出过绯闻的她，甚至可以为了拍戏，在过年期间留在剧组，把时间都给了杂志通告，完全不给自己放假。有时因为忍受不了工作压力，她也会情绪崩溃大哭。即便这样，她还是不忘前行，始终保持着那颗热爱表演的初心。谭松韵一直都是这样的。